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欢迎国际情势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思敏好，各位朋友好。陆军退役少将李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记得帮我们按赞，并且写下热推2个字，或者是按下热推键，并且告诉我们你在哪一个城市来做收看的，我们跟你做更多的互动。今天节目特别来关心到的是伊朗，现在说呢，他要出动可怕的武器。今天我们会来解读一下他所说的可怕的武器是哪一款呢？难道是反舰飞弹吗？现在让美军吓破胆了。川普在这个时候着急了，也怒呛说不当好好先生了。接下来他会出动什么样子的动作呢？伊朗现在说靠3盟友可以突破在荷姆兹的封锁。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好，今天有3个火线话题，一样呢，我们会请来宾帮我们特别做解读的。首先，刚刚提到的伊朗说的，在荷姆兹海峡，他这边会出动可怕的武器。现在点名有可能出现的武器，有没有可能是这一款呢 ？CN-302超音速反舰飞弹，还是纳奇尔15，还是水下自杀无人机卡利亚？这些会对美军的航母构成威胁吗？第二件事情，我们来看到为什么呢？在此刻敏感时机，福特号航母却传出撤离中东了。另外，美国民众非常不满的事情就是250亿美元都用在战争上，这样子的一个金额等于是 NASA 1年的支出啊。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航母要撤出中东呢？难道川普要退出这场战争，并且单方面宣布胜利了吗？这是第二个问题。最后，我们今天会来关心到的是，现在说伊朗的背后有3股势力在支持着他，不管是来自于中国，或者是来自俄罗斯的影子舰队，或者是巴基斯坦在陆路上，在贸易上的协助。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美军的长期封锁战还能够撑得住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好，刚刚特别提到伊朗说呢，他手中要握有的就是各个可怕的武器，要来对付美军哦。那这些武器，我们现在来做拆解，可能是哪一款？先来看这个有可能的 CN-302超音速反舰飞弹，它是中国鹰击12飞弹的出口型呢，并且对这些船舰具有非常大的杀伤力。根据了解，它主打的就是超音速突防，专门打军舰、航母战斗群高穿透、高饱和的攻击力量。先前说伊朗有向中国购买，但是已经被中国大陆给否认了。第二件事情，有没有可能这一次他出动的就是隐形的水下无人机呢？因为现在根据了解，伊朗至少有包括了它的纳奇尔1跟5，还有攻击无人机这一款叫做卡利亚，3款都是自杀式的水下无人机，对船舰有极大的威胁。最后我们来看到的就是除了武器的升级，真正卡住美伊和谈的，当然就是我们熟知的核问题。川普到现在持续的要求伊朗必须永久放弃浓缩铀，并且交出这一些浓缩铀的库存，甚至连普丁他表示他愿意代为替这个伊朗来保管核的浓缩铀，但是仍然遭到川普给拒绝了。当然，伊朗方面仍然是坚持他要继续的不放弃核武。伊朗手中可怕的武器可能是什么？李将军怎么看？我认为说是，如果说 CM-302这款超音速这个飞弹可能是伊朗拿来吓唬美国的哈。我认为中国在目前所扮演的角色，它是一个斡旋的大国，在这个时候，它不宜将这种具有高度杀伤性的武器提供给伊朗，因为如果说伊朗有了这种武器，它可以更轻易的封锁荷姆兹海峡，任何经过荷姆兹海峡不论是军舰或者是商船，因为这个超音速导弹对这个海面的攻击，它的射程有到2到300公里这么远。那如果而且是超音速的，美军自己很难拦阻。如果说伊朗真的有了这款武器，打击到了或者甚至于击沉了美国的这种军舰，一艘军舰来讲的话，可能之后的问题就不是说伊朗跟美国战争的问题，而是美国跟中国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中国是不会提供这款武器给伊朗，但是伊朗极可能可以自己研发的这种水底的这种无人机水底的无人机它等于类似一种水下的鱼雷这种性质，而且它又是具有 AI 自己智慧性判断的水下鱼雷。那它的攻击的距离，其实我认为它也不亚于一颗水雷。那它的鱼雷，它的这种作战的性能来讲，
甚至于要比这个一般的鱼雷要好。在这种状况下，我认为它的水下无人机的可能性是比较高。那这个主要是因为它是他自己伊朗自己研发的，那不受这个国际的这种约束，所以它有这种武器的可能性更高哈。那我认为福特号极可能现在就撤入中东地区，为什么？因为现在布希号已经到了嘛。那我认为对伊朗来讲，不需要用到3航母，尤其是说美国的态度，川普极可能想找个机会就这个结束这场战争。那在这种状况下，他如果说将3艘航母都部署在这边，除了浪费兵力之外，也是很烧钞票的事情。对。那最主要的，我认为福特号，因为前一阵子这个我们都知道它洗衣房失火的事情，还有马桶堵塞的事情，我们也分析过了哈，主要是官兵的士气很低落，长期的在海面部署。如果按照从那时候到现在已经超过900天了，那这么长时间的部署，其实对官兵身心都非常的疲累。更正，超过9个月的部署，其实身心都非常疲累。所以我认为，如果说布希号到的话，极可能让福特号就返回重新做整补，因为如果按照这个航母战斗群，它一定是1/3的时间担任部署，1/3的时间做大修，还有1/3的时间来做整备跟这个人员的训练。所以我认为福特号这个应该是要回去的。那美国，我认为在这场战争里面，就军事上来讲的话，它现在陷于两难。同一件事情，可能各位都没有注意到，我反而注意到了。那时候美军扬言，除了3航母之外，还有2个两栖战斗队哈，包括迪里波里号跟全斯号要赶赴到这个地方来，还有我们经常在讲的美军第82空降师，对，会不会到这个地方来？那为什么现在我认为说，对这个要发动地面作战的可能性大幅的下降？因为倒不是美军不想打，而是他被牵制了。各位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我说他被牵制？他被牵制在哪里呢？大家去看看现在全斯号的位置，他现在还停留在关岛。你看看布希号都绕过整个非洲，已经赶到了这个阿曼湾。那为什么全斯号过一个太平洋而已，就却没办法，连太平洋都没有办法过，更不要说南海，更不要说穿过马六甲海峡。那为什么现在停留在关岛？我认为跟这个美日菲三国现在在这个吕宋岛这边实施肩并肩演习。那中国为了回对这次演习派了我们知道所谓辽宁号的航母战斗群，总共带了14艘的舰艇在这边。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以107遵义舰为首的这个战斗队现在也在吕宋岛的东边对吕宋岛形成包夹之势。于是最让美国跟日本担心的是，这个辽宁的舰队里面带着有071、072、075等2栖作战的舰队。那如果说这个解放军利用这个空隙的时间，不管是在东亚任何一个地方，真的是实施2栖突击登陆，那美国在东亚地区已经形成一个兵力的空虚。它原来在这边的是迪里波里号的2栖攻击舰队嘛，那第31特遣队那已经都到中东地区去了。它现在在亚洲地区可以说是毫无部队可用。如果说一旦真的在这边有任何状况发生，它会没有可以应变的兵力。所以我认为全斯号这个时候是停留在关岛，是应付。如果说中国大陆的辽宁舰队在这边有其他的动作来讲的话，它最起码还要可以应付。那你想想看，全斯号都已经被拘束在这边，被牵制在这边，那对中东地区可以说美军更没有可用的兵力。好，这个美军的部分，我们看到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的牵制所以呢，在这个航舰上面、航母上面的布局已经被有所牵制了。所以呢，刚刚如同这个将军带我们看到的，因为布希号来了，所以接下来福特号就准备离开，这是主要的重点原因吗？等一下也请赖老师来持续带我们看。那其实呢，现在川普又最新做了发文，而且这次又在半夜这个3、4点他不睡觉，在网络上面社群自己发了这张照片，他手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这个戴着墨镜，手上拿着长枪，并且背景是他要伊朗
这个把伊朗给轰炸的样子，而且他说呢，我再也不会再做好好先生了，No more Mr. Nice Guy。好，这个现实的状况就是我们来看到，但是五角大厦最新向国会说明的，说战争的花费实在是太高了，多少呢？250亿美元等于8000亿台币，是 NASA 1年的整个预算，而且这个数字根据了解可能还被严重的低估。但是美军的动作也很奇怪，我们根据这个媒体收到最新消息说，美方已经要求将极音速飞弹部署在中东，这是美军首次部署此类的武器。为什么会做这个动作？等一下也请赖老师帮我们解读一下。那川普的民调现在创下新低哦，34%的新低。那现在根据了解，川普已经命令情报单位针对单方面宣布战胜伊朗可能呢来做一个评估，是不是就干脆自己这样做宣布好了？那赖老师这两个问题怎么看？是这样子哈，因为福特号放在红海是毫无作用啊，没有任何军事价值，也没有任何军事作用，它是摆姿态而已，摆看看而已。原因很简单，航母战斗群的作战半径不会超过1000公里，啊，一般来讲啊，大概在650公里啊，绝对不会超过1000公里。而阿拉伯半岛的宽度就1000到1500公里，所以你从红海到阿拉伯海要进入到伊朗，你福特舰基本上来说是毫无作用，它打不到也飞不到啊。这个我们讲的就是伊朗，所以你要不就透过空中加油机。可是如果你要从福特舰来做舰载机的起飞，因为航母就是一个空中的移动的空军基地嘛，你要从福特舰做舰载机起飞，倒不如从约旦，倒不如从沙特，倒不如从这个阿联酋等这些空军基地来起飞，对伊朗进行攻击还比较有效。所以福特舰摆在红海是毫无作用，是它只是摆拍啊。为什么要摆拍？维持所谓的2个航母战斗群，因为美国传统以来对于所谓的区域间的战争，它通常都是2个航母战斗群。例如说，他当初在打阿富汗的时候就是2个航母战斗群。他在打伊拉克的时候，因为伊拉克要发动全面的地面部队的作战，所以他调了5个航母战斗群。可是5个航母战斗群中有2个是放在地中海，作用不大。那为什么会放在地中海？他本来想借到沙特，想借到土耳其，他想说土耳其是北约国家嘛，但是因为他打伊拉克的时候没有经过这个北约的同意，也没有经过联合国的授权，所以土耳其不让他借到，所以那2艘航母根本没作用，因为距离当时的伊拉克太远，没有作用，所以它唯一有作用的就是3个航母战斗群，那也就是在阿拉伯海，那时候是可以穿越曼德海峡，也可以穿越这个阿拉伯海就赫尔木兹海峡进入这个阿拉伯海，对于伊拉克进行攻击。所以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福特舰摆在那地方是摆拍。为什么离开？因为布希号到了，布希号已经到了，形成了2个航母战斗群了以后，这个时候我们才看到福特舰就走了嘛。所以福特舰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作用的。更何况福特舰再维持下去的话，它的军心士气会出问题啊。军官的维持已经越来越困难了，所以赶快让他离开，这是合理的。另外，您提到的有关于为什么把超高音速导弹都拉过去了，这是美国惯用的手法，它的目的就为了谈判，保持高压的军事姿态，保持高压的经济制裁姿态，目的还是要谈判，而不是为了要打。好，在这个谈判都还没有到来之前，我们看到美国持续做的事情，就是他认为说他要用长期封锁来困住伊朗，但是呢，没有想到伊朗他其实也有因应的方案，靠的是谁呢？其实就是靠他的3个他认为自己最强的盟友。第一个，我们来看到中国大陆，提供什么样的武器呢？包括他这边提到的说，美军部署可以帮助美军在这边部署相关的卫星资讯来协助伊朗做精准打击的判断。第2个是来自于俄罗斯的情报的提供之外，还有影子船队，可以让伊朗的石油避开这些封锁监控，持续的让伊朗的石油可以做出口。最后是巴基斯坦，开通了6条跟伊朗接壤的这一些陆路贸易交通，可以让他们的货物继续的运行。杨老师怎么看？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美军的长期封锁会让伊朗还可以让伊朗屈服吗？我觉得不容易，因为我想大家都了解，全世界大多数的国家从战争的一开始认为这是一个非法的战争，就美国跟以色列在
跟伊朗在进行和谈、核子协议以及浓缩铀问题的时候呢，伊朗都愿意表达退让，结果他发动斩首攻击，然后呢持续的轰炸。那其实这也是一个不只是非法，它甚至是个侵略战争。那在战争之前，全世界除了美国，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制裁伊朗啊。那战争之后也没有跟着美国去制裁伊朗，美国也对于其他国家跟伊朗进行持续的贸易的关系也没有提出制裁，只不过是对伊朗的影子舰队的这个油啊，那开始在做封锁。所以呢，换言之，现在跟伊朗的这个互动，除了这3个国家之外，其他国家仍然大部分照战前的规模，但是呢是有减少，因为在战争期间可能不方便，当然也可能担心美国的态度啊，所以是有减少。可是3个层面，第一个军事，第2个经济，第3个外交。在军事层面，还是在战争之后有去跟伊朗互动的，其实真的应该是不多了。我个人觉得大概，最多你可以把俄罗斯放在上面，那可能大概也都是卫星或者是情报，某种程度大概有一些这种原料，也就是两用物资。中国大陆呢，战前的北斗的卫星定位，那在战后呢，其实也许还是有继续使用，但是那本来就涵盖有两用、商用的这种特性。那至于其他两用物项，像是比如说化学原料那等等之类，那这个基本上是有减少，可是并没有禁止，而美国也没有去拦截。因为你当两用物项真的变成军事武器的使用的设备或原料，那要相当长一段时间。所以在军事层面我觉得伊朗现阶段其实并没有来自于太多别的国家，也许俄罗斯。那经济层面，我觉得这3个国家都有帮助啊。中国、俄罗斯跟就是巴基斯坦，也不止他们3个国家。对。里海的其他的相关国家其实也有，伊拉克也维持的，也就是说大概维持了这种就是物流，然后呢贸易。那至于外交层面，现在这3个国家基本上都是在协助他跟美国进行和谈。俄罗斯比较积极的在去支持伊朗自己本身的地位。那然后呢，你看到不只是这3个国家，要包含埃及、土耳其，好多国家在外交上面其实都是要去寻求他们之间的和谈。那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支持了伊朗。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分就比较了解。到现在为止，伊朗其实某种程度还是要靠自己，在军事上。那经济上呢，大概能够延续更长的时间。外交上，它其实已经有一点立于不败之地。当然，这个更大的关键是美国的军事行动的这种不利，所造成他自己在谈判上会这个处境比较困难。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巴拿马运河现在是全面的开战了，尤其今天要来看到中国大陆的大动作、反制动作是3连击哦。等一下我们会一一来看到一项一项的3连击，打爆了美国在这边的布局。另外，等一下会来特别看到是招商局在这个时候出重手，要重塑整个港口的版图能不能做到？等一下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全球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运输航线哦，包括了巴拿马运河，现在呢被推到中美对抗的最前线，直接要打的就是这一场经济战、航运战。港口战，我们现在来一一解读。最新动作是美国呢这一次出重手，联手了6国啊，突然间说要高调的力挺巴拿马，并且一起指控中国在这方面政治化海运，还有侵犯主权。美国找的6个国家，包括了玻利维亚、哥斯达黎加等等的国家，一起对中国做出反制。那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最新的回应，这是来自于发言人林健他说的：美方颠倒黑白，无中生有，并且长期霸占巴拿马运河，武装入侵。好，中国的3个反制动作，我们刚刚特别看到它的3连击有哪一些？我们来看到一些细节哦。首先，针对了港口的监督，现在做一个更全面的升级，也就是它做一个这个检查量暴增到
62艘，滞留率也暴增，还有每日的滞留费当然也会跟着提升，费用大约多了5到10万美元，滞留时间拉长，影响的当然还会有运价跟保险费都会跟着一起上升。那长期下来，船东也会考虑是不是要做避险来转期呢？冲击巴拿马整体的结构。第二件事情，我们来看到大陆，它现在也决定它的航运的路线要全面的做调整，也就是中国航运改道已经不走巴拿马了。现在呢，中原海运立即停止在这边所有的港口的进出哦。那么严重的也会影响到巴拿马的农产品，像是他们的香蕉、凤梨等等非常热门的热带水果，70%以上的出口市场现在说遇到重挫。连带也影响到接下来本来有一个14亿美元在这边的新项目投资。最后，我们来看到中国大陆在法律战上面也祭出反制，警告包括了马士基还有地中海航运退出巴拿马运河两侧港口的营运。那么长和呢，现在还向国际商会仲裁院来提起了仲裁，而且说这边索赔金额最高达到了50亿美元。刚刚特别提到的招商局现在准备加入这场收购财团，联手中原海运，希望能够抢下40个港口的资产。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赖老师来看这一波美国为什么突然间要高调声援，是不是代表巴拿马运河他们自己撑不住，中国在这边不断的给的压力？那刚刚看到中国的连3招反制，赖老师又怎么看？不但是巴拿马撑不住，美国也撑不住啊！因为巴拿马现在痛苦万分。当初他这样做是因为美国要他这样做嘛，尤其是美国的卢比奥啊，直接就亲自介入了，也到巴拿马去访问，就是要巴拿马那么违法的啊去没收中国的资产。违法的没收中国的资产，那中国是一个大国啊，怎么可能不反制？那巴拿马的政府、巴拿马的总统，他们自以为是，以为说有美国人当靠山啊，没有什么好怕的，所以他们就下手了。而中国大陆之前是有先经过外交斡旋，啊，也提出警告，然后我们也看到长江合记本来还想屈服，啊，要找这个美国的一个基金，然后要介入，要卖给他，被中国大陆说你试看看啊，你看现在大陆。美国中国大陆有个 Money 啊，他也跑到新加坡去挂旗，现在也被终止了。换言之，也就是说，这一些会影响到国家利益、出卖国家这个利益的这些企业、组织、个人，都会受到政府的制裁。长江合记很快的，他就知道他犯了错，就回过头来，那现在当然看起来巴拿马的政府他已经出大状况了。出了大状况以后，美国也没有给巴拿马钱啊。坦白说，你美国你可以在这个伊朗的这个战争烧掉250亿美元，你就随便拨个50亿、100亿给巴拿马政府，你就会养他嘛。你养他的事情不就过了吗？美国人不是这样子，美国人不会从口袋里面掏出1毛钱，他只会想办法从你口袋里面掏钱放在他的口袋，但是他用的永远是利用别人。来去打击。好，现在大陆的最大的致命伤在哪里？在于我们看到，第一个就是你只要挂巴拿马旗的船到中国大陆来，基本上的检查会比较严一点，那就考验很多船公司，不管你是地中海航运，那是很大的船集团嘛，还有马士基也是很大的船集团，台湾也有很多船公司。他的船挂的就是巴拿马旗的，那你现在你要不要再挂巴拿马旗？你只要挂巴拿马旗的船，你到中国大陆来，那你靠港停，那检查的时间就很久了，你负担的成本就越来越高了。我觉得这个对于巴拿马的政府来讲，它的财政收入会影响很大。为什么？因为会有很多的船公司开始不挂巴拿马旗，一不挂，你的财政收入就减少。我觉得这是一个致命伤之一。第二个最大的致命伤是在哪里？港口的营运。巴拿马的运河依靠的就是港口营运，而港口营运中有3大港口，其实3大港口都是很赚钱的港口。那也就是说，给地方的给巴拿马政府财政赚很多钱的港口，2个港口就是长江合记的这个港口，一个就是中原海运的港口。为什么？美国的船目前来讲，经过巴拿马运河的船最多的排名第1名的是美国。可是美国走比较多的是军舰，因为它的军舰不断的穿梭这个水道，所以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它不付钱的，它不付钱的，因为它现在要求巴拿马政府不能收美国的军舰的过运河费，
所以美国使用量排名第一，第2名的是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现在不走这条航运，那你想，巴拿马政府会损失多少？对。第3个就是有很多的船走这边的时候是靠的中国的港口跟香港的港口，那也是中国香港的港口，而他们是最有效率的港口。那换言之，也就因为有效率，所以它本身的吞吐量是大的，货运的整载量是大的，所以巴拿马政府的财政收入跟经济发展是繁荣的。好，这2个港口当初会被巴拿马这样弄起来的时候，是跟马士基还有跟地中海航运有关。他们说你没收以后，我来帮你经营。现在中国大陆把这2家企业的老板请到这个家里办公室来喝咖啡，应该是喝中国茶了。那喝完中国茶以后，我们很明显的看到这2家公司，你要不你就是整个失去中国的港口的营运，你要不你就是不要经营这2个非法的港口。那当然，这2家公司怎么敢经营这2家港口？这2家港口没有经营，那就荒废在那里。这对于巴拿马的政府的财政收入跟它的经济发展影响很大。那中国的海运自己也不走了，港口也把它停在那个地方。那请问一下，你巴拿马政府怎么应付得下来？所以我个人觉得，美国找到那6个小国，6个小国，各位观众朋友，您再看看盖亚纳讲的那些6个小国。它对于中美洲跟拉丁美洲，它是没有任何影响力的，所以那就代表什么？美国这么一个大国，能够产生影响力的，竟然这么有限，可悲啊！好，同样的问题也特别想让将军怎么看？现在看起来，巴拿马已经变成中美对抗之下的牺牲品嘛？对，巴拿马运河其实对美国是非常重要的哈，就像是赖教授刚刚所讲的，美国军舰在那边走来走去，美国军舰它是为了巴拿马运河而量身定做的。各位可能不知道，在2战时期的时候，美国的像密苏里号这种主力战舰，它的船宽只有32公尺。为什么船宽32公尺？它就是为了要通过巴拿马运河，因为这边是大西洋，这边太平洋。那32公尺对主力战舰，我讲一个数字日本的大和号船宽是多少？40公尺，你就知道它为什么将自己船做这么窄，做成一条这个流线型比较细长的。那当然，巴拿马运河对美国来讲具有它战略的重要性。所以美国一直要控制这条运河。那之前我们晓得，就是林健所讲的嘛，美国为什么是曾经对这个巴拿马运河巴拿马这个国家曾经武装入侵过，他就是派他的特遣队把他的总统诺瑞嘎直接抓到美国去审判。我们都知道这一段的过往的历史。那这次事情发生怎么样呢？因为巴拿马运河后来就变成由民间商运来经营，那由长和集团标到这个标，分别在巴拿马运河的2端设立了港口。那其实这个相安无事也经营了30年。但是从川普上任之后，他就积极的想要控制巴拿马运河。他用什么方法呢？他就叫这个巴莱德去收购这个长和集团的这2个港口。但是收购你就收购嘛，但是没想到在今年的1月居然巴拿马政府配合美国川普，就由他们的法院直接裁定说是长和集团经营这2个港口是违宪的，就直接把这个长和集团没收了。那对中国来讲的话，他当然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尊严跟利益，还有国家厂商他应有的权益要维持。所以，那你说过第一个就是打官司嘛，就长和集团继续去打官司。那第二个，你知道我们刚刚讲的巴拿马这个国家最大的软肋，也是他靠这个赚钱的，就是我们知道很多国家的船都挂着巴拿马的国旗，因为巴拿马的税金比较少，检查也少那很多船东我去这个挂巴拿马籍的话，我可以减少我的税也可以规避我自己国家对劳工的检查等等规范也降低了成本，所以他们都去挂巴拿马这个国家国旗，挂到什么程度呢？我跟各位讲，全世界有5艘货轮里面有1艘是挂巴拿马的货旗那巴拿马政府也因此每年可以赚3到5亿美金的收入，占他国家整体的收入将近到5%这么多，所以对巴拿马国家是很重要。那如今如果说中国对巴拿马的船只，事实上它是合法的就你只要靠到我中国港口来，我当然要去检查，我检查就很多东西可以检查，譬如说你的消防栓这个还堪不堪用，有没有坏掉？那你船上的船员劳工体检有没有过，有没有按照规定等等。如果说这些都检查下来，
当然第一个就会耽误到这个船往下一个港口运输的这种航程就会 delay 到，那这个 delay 到影响就很大，因为我譬如说船东是一定是，譬如说上海港口靠完了以后，它可能下一个港口到日本东京，然后再下一个港口到这个美国的某一个地方。那如果说中间有一个环节 delay 到了，那后续就会 delay 到，那就会增加这些船东的营运的成本，也会增加它的这种保险费等等哈。所以对这些船东也非常的不利。那中国用这一招确实是非常高明了。那紧接下来就看巴拿马这个国家在这方面服不服输。如果说是不服输的话，我想中国还有后续很多的这种这个工具箱里面还有很多工具箱可以拿出来使用。好，后续的工具箱要持续观察。不过现在中国大陆出的3招这个反制，可以说针对美国跟巴拿马是这个招招致命的。除了3招中国的反制之外，在这个敏感时期，我们刚刚特别讲的彭博也爆料说，这个招商局联手中原海运反攻，要抢下40个港口。那现在也在说，刚好川习会快要到了，跟这个增加自己的筹码有没有一些关系？那老师又怎么看？美国国防部在去年公布了全世界有就是7大海峡跟运河，是他一定要掌控的。因为从英国到美国的这个海权霸权呢，其实就是掌控海峡。那7个呢，巴拿马海峡，然后呢，苏伊士运河，还有呢，直布罗陀海峡、白令海峡、马六甲海峡，以及新加坡海峡，还有呢，英吉利海峡。其实现在我们知道，赫姆兹海峡也一样的重要。对，所以美国现在在赫姆兹海峡等于就是被卡住了。他没有想到，以为赫姆兹海峡只是从海湾地区运油、运大宗物资，但是呢，它就影响到全球的经济跟能源。这是在军事层面那军事层面，我以上所讲的几个海峡，是不是美国的海军主要掌控？到现在为止仍然是如此，包含巴拿马海峡。那军舰穿过巴拿马海峡不用收费啊，这是川普的要求。所以，但是呢，美国现在把从川普一开始，中国的科技跟经济的发展就视为对他的霸权的威胁，所以就开始打贸易战、科技战。那现在就延伸到海峡层面以及港口层面。他也看到中国大陆在各个港口的，尤其是中远集团的掌握，因为很多其实港口是有好几个这个口岸，那好几个港口 piers，但是呢，有一些其实是1个、2个，有一些是整个就等于是租给中远来做，因为它有整体的这种规划。所以美国在巴拿海峡呢，就等于是把经济跟商务的等同于军事，但我觉得这是错误的。因为你已经试过要对中国进行科技战跟贸易战，搞到后来你变成川建国，对，拜振华。那你现在在码头或者是港口或者是海峡上面，同样是要去驱赶中国，结果你造成的是你经济利益的大幅的损失。那尤其是相关的国家可能会损失的更严重。而你有没有相对应的补贴或者是援助？有的话那就算了，可是没有。而它面临到全球连接在一起，港口再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呢，那这个损失可能就更大了。所以我是觉得美国自己要认知到你在巴拿马运河上面的问题，其实你如果把它分为经济、贸易跟军事2种不同的，其实你还是掌控在军事价值跟这个航海的这个就是主权上面主导上面。但是呢，如果在贸易跟就是航运上面你要去阻止中国的话，到后来吃亏的还是美国跟巴拿马自己。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我们来看到中美科技战，这个 DeepSeek 现在说要撕裂 Q 也就是辉达的这个 Q 的护城河，能不能做到？今天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那同时呢，华为的升腾950在现在全面反攻，而且呢，许多的科技大厂已经正式的向它下单，包括了腾讯、阿里等等。中国大陆 AI 现在要全面的去美化，到底进度发展如何？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我们赶快看到的是 DeepSeek
这一款DeepSeek V4呢，在上周的时候是终于正式的亮相，是立刻的震撼了 AI 圈，因为呢，它代表不是只是跑在中国的晶片上面，而是呢从一开始就为中国的晶片而生。重点是来了，它是绑定华为的升腾系统的。我们要来特别看到的是，在绑定了之后，我们就代表说，美国的过去策略呢，用这种限制啊、封锁就已经失效了。过去卡住中国大陆的 AI 命脉，包括从这个晶片 A100、H100、H20到 H200，大家还记得吗？一路的做封锁。那现在呢，我们来看到有 DeepSeek的 V4 这一款发布之后，中国大陆的 AI 就明显的出现了转向。那么呢，现在是全面的，我们来看到科技巨头，大陆的科技巨头全面的转向华为升腾950 PR 来下单了，包括知名的字节跳动、腾讯到阿里巴巴等等。那华为升腾950。PR 为什么这么受欢迎？我们也稍微看一下哦，包括它可以支援这种低精度、高密度的运算，性能是 H20的2.8倍，而且成本更低。模型它可以以模型的深度协同做设计等等。虽然它是略逊于 H200的，但是是符合现在大陆各种环境上面的需求。那现在其实更让黄仁勋害怕的就是，它是正面等于破坏了 QDA 它20年来长期建立的这个霸权。过去靠软体封死这个硬体的霸权，等于是完全被这个垄断，等于是完全被打破了。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杨老师怎么看了这个升腾，刚刚提到950 PR， 今年规划出货量达到75万颗，那美国则是 H200，一颗都卖不出去，代表中国大陆的 AI 算力已经可以自己支撑起自己的需求吗？老师怎么看？我们现在看到 DeepSeek V4 出来之后，一般大家的这个比较是认为它已经跟 ChatGPT 的4.5版，然后呢 Cloud 的3.7版其实是接近的，所以也就是说在效能上，在算力上其实已经不差西方的最新的。那更重要的是 DeepSeek V4 它出来只让华为跟寒武纪做测试，也就是过去其实像这种大模型出来，一定是先给这个 NVIDIA 去做测试，因为大家都在用 NVIDIA 的芯片呢，所以当然 NVIDIA 测试之后呢，才会知道它的效能结果。结果 V4 出来呢，它让华为的升腾，它让寒武纪去做测试，而且主要是华为。所以这个第二点就表示什么？就未来你用一个跟国际这个匹配的 DeepSeek V4，你所需要用到的芯片，已经不需要用到 NVIDIA， 而是华为就可以了。这代表整个中国的这 AI 上面的晶片，它走这样自主之路了。那第三个呢，就是它所使用的华为 CAN 系统，而不是 NVIDIA 的 CUDA。所以你整个架构又不一样了。所以从模型到晶片到架构，它就完全中国化了，而且自己的内部的产品，它内部的这些就是支持。那更不要说所有的 AI 最重要的，我们刚刚讲的第4点，那就是电力，对不对？所以整个中国这当然是最强的，在这个电力上面。那这个其次之外，所以 DeepSeek 出来之后啊，当然升腾这个950 PR 它规划出货为什么75万颗，它就是配合了现在不止 DeepSeek， 其他的就是一些中国大陆的大模型也开始采取这么做。那也就是说，它代表的是中国自己从芯片到模型到整个架构完全自主化。那它的算力又不比国际上的差，而最重要一点，它开源。它开源的情况之下呢，它其实不止在中国，在世界其他地方，你就用它的架构，用它的模型跟华为的芯片来调制成适合你需要的 AI 的需求，这都做得到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你看我每次都讲个最重要，越讲越重要。它便宜，它大概只是就是它每个 token， 它用不管是 Pro 版还是 Flash 版它尤其那个 Flash 版，只是就是 ChatGPT 的1%的价格。所以你既开源又便宜，然后呢，你又可以避开美国的这个掌控，不只是在中国大陆，在全世界，它现在都打得开它的市场。那同样的问题也请教将军怎么看？有没有可能来超越在美国目前的发展？
我们之前一直很怀疑哈，这个原来中国一直要买 H20的这款NVIDIA 的 H20这款晶片哈，但那时候美国不卖，对，后来黄仁勋经过运作，他要卖，不但要卖，还说要卖 H200更高阶的晶片，但是变成中国不买，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中国要卖给你更好的晶片你不买？现在答案出来了哈，DeepSeek 它在4月24号的时候才开始上架，但一上架，黄仁勋就出来讲。这个真的是很紧张。为什么很紧张？因为 DeepSeek 所有用的晶片，它不是 NVIDIA 系列的晶片，它是升腾的950的这种系列的晶片哈。那他们也经过研究，发现950的这种系统的晶片来讲的话，它当然效能平常讲，那还没有 H200好，那更不要讲 Blackwell 那个等级的了哈。可是它比原来要买的 H20要好很多。但是关键在什么地方？就是说我够用了。对不对？对我来讲，我如果说要使用者来讲的话，我可以使用的更便宜哈。就是我使用者来讲，我用每个token 来讲的话，可以比较便宜，而且我不需要用到这么高的计算性能，这是第一个哈，这是我成本的考量。那第二个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你现在不是一个芯片好坏的问题，而是你整体的系统的一个架构彼此之间能不能够配合。我举一个我们军中的例子，譬如说印巴空战的时候，这个巴基斯坦，你说它的这种歼17战机有没有印度的这个就幻象战机哈要好的？我觉得这还是有点落差了哈。一个是4代战机，一个是4代半的战机哈。可是为什么巴基斯坦可以打赢？因为它是整体化的空战系统，它除了战机本身之外，它还有地面的雷达，还有预警机哈。整体来讲的话，构成一个整体化的空战系统。最主要的是它的PD-15导弹。那反观这个印度的空军来讲，它是单打独斗的。那晶片也是这种道理。我虽然说我这款晶片这个950这个 PR 还不见得比 H200好。可是我整个系统架构在一起的话，我可能优化于你，尤其是说，它采取的是开源系统哈，那你可以各企业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做相关的规划。所以说，为什么这款晶片哈，这个这就是这个950 PR 晶片一出来以后，在 DeepSeek 这个 V4一上架之后，大家发现它功能之后，包括到中国日捷跳动、腾讯、阿里巴巴3大网络的这个公司哈。都赶快去问定价，就要抢买这种系统。我觉得这也是中国有这个底气哈，不跟这个美国 NVIDIA 再买晶片。所以说我跟你讲哈，黄仁勋这时候真的是非常的紧张。好，所以大陆这一次不只是打一个晶片战而已，包括整个系统架构啊，到它是整个开源的体系。那这个 CAN 就是这个华为的这个系统，到底说要多久才有可能取代辉达的 QDA？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因为 QDA 存在的霸权已经20年了，有没有可能打破？那赖老师又怎么看？华为没有要打破，也没有要取代因为 QDA 已经20年的一个架构。本来黄仁勋他们花了20年，因为之前的 AI 也并没有说到像现在这样子，几乎每个人都在讨论，每个人都在使用，几乎没有。之前还有很多基金，很多人都在怀疑说 AI 到底有没有未来啊？那当时的结构是这样，所以他花了20年，好像建立了一个世界，这个体系就是他的体系，因为在这个QDA 的系统内，它做了一个架构，所有人都在这个架构内来写这个 AI 的程式等等。但是现在的中国的做法，你看短短1-2年内，就把黄仁勋所用20年所建立起来的这个架构把它撕开了。为什么？因为大陆的做法很简单，华为它是采用这种低价格的方法。那也就是说，你不需要花那么多的钱，你不用进入这个 QDA 系统。你用我的 CAN 系统就可以，然后我的价格很便宜，所以他用价格来引导很多的工程师、技术师，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系统不是我们一般的消费者所使用的，对，是工程师、技术师所使用的。他把这一些工程师跟技术师说，你尤其是那些财力不是很雄厚的那你或者很多小的公司、中型的公司说，你们都可以不用走这个路，你可以走这条路走。那这个部分里面，他帮你解决问题了，所以他们可以从 CAN 的系统里面来。另外一个地方就在于，你黄仁勋所建立起来这个系统，我们从底层里面来捞，那所以它等于是从底层的语言系统里面的结构绕开了。这一绕开，我们看到，那就是很多人他是不需要被黄仁勋绑在一个
闭源的系统里面，它可以走入开源的系统，因为它跟 DeepSeek 已经结合在一起了。我觉得这是它的第二个一个策略啊。那这样的一个大战略就使它占有一个优势了。为什么？因为黄仁勋所建构起来的这个物理的东西，也就是说它的极限已经越来越接近了。那也就是说，在硬体这个部分，它能够在释放出在产生的功能，事实上慢慢的在萎缩的情形下，我们看到软件的功能在扩大了，也就是软体的 AI 的软体的功能在扩大的情形下，事实上现在所提供出来的越来越多的服务都绕开的这个 CUDA 的这个语言架构，开始走别的指令架构的时候，那我觉得情况已经开始产生变化。现在大家所发现的就是说，开源的结构比闭源的好。那所以越来越多欧洲、亚洲很多工程师不走闭源的，走开源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 DeepSeek 它所提供的服务是我很短的时间内一直更新版本，现在已经到8.0了，那还得了啊？那你美国的慢，我那个中国的快，那大家为什么要走你闭源的，而且还要慢？大家走开源的，而且还要快，那最后当然就是价格取胜嘛。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条战争的路其实态势已经出来了。美国不再具有优势了，黄仁勋再不赶快攻进中国大陆市场，它的市场也会被取代。好，谢谢赖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真的挡不住了吗？中国大陆的汽车哦，这次要绕道攻美，全面爆发。尤其现在我们知道中东的地缘政治导致的油价现在战火助攻哦，电动车卖得更好了。那包括现在美汽、福特说要倒戈吗？希望找上中国大陆的吉利一起来合作打入美国的市场。另外就是有这个网友特别秀出来3万美元而已就可以配上这个大冰箱跟大荧幕，网友吓坏了。我们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来做关心。好，赶快来看到现在大陆的电动车真的是声势非常的浩大，尤其我们要特别来关心到一位34岁的美国的这个 YouTuber， 他叫罗伯逊哦，他就带团，一个人收费是399美元到北京车展上面去看车，而且去亲身体验这些车。他带的团员来自于澳洲、纽西兰、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等等。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最新画面。好，这个就是他带团哦，亲自到这个现场去看各种汽车，并且乘坐这些汽车的画面。那么团员也惊呼说：“没有办法相信美国政府不让这款车在我们的国家里面做贩卖。尤其呢，他这一次刚刚在画面上，其实我们如果特别注意到，有一台车是这个豪华的 SUV 车哦，那被发现到说上面呢有这个大荧幕啊、后排的冰箱跟完整的配备，而且价格只要3万美元。”路透社报道说，这个呢，在美国一台新车的价格，在中国是可以买到5台的电动车的。那我们也特别来看一下呢，其实路透也整理出了说，在这次车展上面呢，备受关注的就是这一种CP 值很高的这一些电动车，而且的售价最低起价只要1.2万美元，换算新台币大约就是30几万新台币而已。受欢迎的5款车，包括了有来自于吉利的，还有50宏光的这个 Mini EV 跟比亚迪的各种车型哦，这售价都是落在大约1.2万美元左右而已。也难怪这个网红现在还可以收费带团去中国大陆亲自体验，那变成了另类的观光潮跟消费热潮吗？赖老师怎么看？我觉得美国越打压啊，美国越封锁，不让美国的消费者使用中国的这个电动车，那美国的消费者他们就越好奇中国的电动车到底是怎么样子啊？这个就是反行销啊，也就是说你一直要压制我行销，然后车商自己不用花钱，竟然是这些消费者自己花钱啊，然后自己跑去看了以后呢，透过网红，网红他本身也可以带动他的流量。所以是双收双赢多赢的一个局面。结果这个讯息就不断的透过网络就不断的销售出去了。我在去年的时候，我从重庆我搭了问界8
啊，那时候由他们的副总裁康先生啊，他特别赶到从上海到重庆，然后他就示范演示一次给我看啊，就是什么叫做中国的智能型的电动车。那我们特别挑，我说那我可不可以要求在重庆下班时间啊，因为最繁忙的时候，对而且我要测试他们的智能到什么程度，所以他们就从车厂一直开到市中心啊，我所指定的一个点，它不但可以选择判断哪一条路最好走，它还可以这个超车，就是该超的时候超，该停的时候停，该减速的时候减速，然后中间的整个路途中，摩托车钻过来的时候，它完全可以感受得到，这就是智能驾车，而里面的舒适度跟电影院，甚至你可以后面可以隔音，然后变成家庭的卡拉 OK。它可以完全都做起来。然后不同的位置，它有不同的音响，有不同的视觉，所以每一个人可以选择自己想看的片子。是而且相互不干扰，在一个这么小的空间内。各位想想，大陆的电动车发展到这个程度，然后我们台湾的民众一无所知，因为不能进来，所以都只能够透过这些宣传，透过像我们这样的去亲身体验过后来说的。美国这么多的消费者都不能够买得到，一无所知，也这些网红就看到商机了。所以你看，消费者自己花钱，自己跑去体验，对，网红带着他们赚了一笔钱，是，然后再经过他的行销，那个到全世界去，所以他的网络的节目受到很大的欢迎。对，车商不用付钱，1毛钱都不用付，就有很多人帮你宣传。好，这个是来自于我们看到这个网友现在也很懂得流量在哪里，所以呢，特地飞到中国大陆带团去拍摄这种各种的车子。那确实在网络上面造成了非常大的轰动。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其实业者也有想办法，希望能够打入美国的汽车的市场，但是呢，用了哪一些方法？一共是3大招。今天带观众朋友稍微看一下，第一招就是它产品呢直接对标美国车子了。在来自于华盛顿邮报特别做的报道说呢，中国大陆开始卖这种美式风格的车子。我们看到画面上这种大尺寸的车子，就是美国人喜欢开的嘛。那包括了 SUV 皮卡，而且是3排座的。小鹏、问界、理想现在都全面对标要做这一类型比较大的车子。那第二招就是说，这个技术直接直插美国的本土，也是来自于看到的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福特呢一度找上吉利，想要把他们的欧洲合作现在搬到美国。当然了，现在谈判还没有成功，还陷入在困难当中。第3招则是从美墨边境这边来做更大幅度的一个宣传跟渗透。现在在墨西哥这边呢，常常可以看到吉利。还有比亚迪、长城汽车，它的这些店码越来越开越多，都在美国的家门口，离美国非常的近，而且这个电动车的价格非常的低，2万美元售价，即使是有50%的高关税之下，仍然能拿下墨西哥市场，而且现在市占率达到了50%，这几招就能够美国挡得住吗？会不会可以攻进美国市场？那厉将军怎么看？中国汽车的制造真的是我只能超出我的想象的快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那时候讲说全世界的这种造车，大概第一个是讲美国嘛，美国汽车业本来就很有名嘛，然后之后是日本欧洲这几个车系，但是后来美国因为它车子大，耗油量很凶，所以很快当第一次的油价这个危机的时候，那日本车就攻占了美国的市场那当然现在我们也很意外的，现在变成中国车占领了全世界。销售额已经在全世界已经占了很重的一个比例。我讲几个数字给大家听现在全世界厂牌来讲，卖最多的车子还是日本丰田它一年全球的销售量可以达到1132万辆，是占第一的。可是你知道第4名是谁吗？第六名是谁？就是比亚迪，它卖了462万辆这个上汽是450万辆。那上汽它450万辆，它的意义什么呢？它虽然说名列第7可是它已经超越了福特了那第9名是吉利411万辆它已经超越了本田。所以说，如果说中国制造的这三家车行加在一起的话，
事实上已经远远的超越了丰田哈。是。那中国之所以能够做这种，我想说，大概就消费者的立场来讲，我当然要买的东西是物美价廉哈。那中国汽车刚好可以做到这3点。物美，我们讲物美好了。这个第一个我们看到哈，这个美国人喜欢开的皮卡哈，它有这种粗犷型的皮卡，它 SUV 甚至于设计的做的跟坦克车一样，让你满足你的那种这个英雄气概的那种感觉哈，这是它物美。那之所以内部的装潢，那就更不用讲了。那我们讲价廉好，你看这个它如果说是你这个平价款的话，它的这种5辆汽车，它售价可以大概1万块，美国将近可以在美国1辆汽车它可以买到5辆这种汽车价钱，所以我觉得中国汽车哈在这个美国来讲的话是势不可挡啊，必然会攻占美国的市场。好，我们看到中国汽车确实这个物美价廉，所以呢，其实民间也特别研究机构做了一个最新的市调。现在说美国人愿意重新考虑买中国大陆的汽车的，现在说已经最高达到了30%，但是当然了，美国国会现在还是挡住的。那另外一方面，另外一个消息是中国车企不只是拼价格，他们其实呢也开始用这些西方的人才来去在当地落地。它就是小米，它的研发中心现在设在慕尼黑，那从 BMW、奥迪、Porsche 等等。Benz 等等来挖角他们资深主管跟顶端的设计师，把自驾完全打入在欧洲，极力目标出口要达到150万辆。杨老师怎么看？西方车厂会不会被迫，也不是被迫啊，就是慢慢的往这个方向向中国大陆靠拢？其实不是慢慢的，是已经落地了，已经去跟中国合作了。那我亲自去过北京车展，前年2024年，那当年我也去过小米的。在北京大兴的工厂，那个时候只有苏7，现在 U7，以及它那个 Vision GT 都出来了啊，那个概念车的超跑。我觉得其实大家可能一定要理解哈，现在不是什么中国的车系到外国去，然后呢跟对方合作，然后吸取对方的经验，然后都不是完全倒过来了。现在这奥迪跟上汽，宾士跟整个中国大陆的叫 Momenta。然后呢 ，VW 跟一汽 ，Toyota 也跟当地的合作，为什么？3个特点：第一个，全球的电动车已经是中国主导；第二个，现在不是只有电动车或者是电池或者是内装设计，是整个智能化的发展，才是真正的重点。第三个是整个供应链整体的生态系都在中国，所以如果你不到中国去，你根本不知道，人家这个一个 model 换进到另外一个 model 要2年而已。以前国际这些车款大概要花到4年到5年，你才从一个 model 到另外一个 model， 哦，就是所谓的改型换代，哦。那它现在2年，而且可能更快。这个2年不是只有外观改，它是整个智能的提升。我看了一个就是这个 TikTok 上的短片，一个女生在北京地下室停车场找不到她车子。他就大声喊：“小爱同学，你在哪里？”那他的车子对远处当然看不到了，因为这地下室嘛，888回应他。然后他就走，再叫一声：“小爱同学，你在哪里？”又888回应他，哎，找到了。然后他再喊：“好，小爱同学，你看过来接我。”他就自己转过来接他了。所以小爱同学就是小米的这个智能化的系统，这个智能化系统啊，以及供应链，这才是真正中国车系、中国车企整个它发展的最大的利基。其实不只是汽车了，所有的中国科技、中国制造跟中国市场，我们现在讲中国市场说内卷，好像有点负面，错了。内卷除了在价格竞争之外，它也在你的功能竞争，它也在整个的竞争。所以，而且它又是最大的市场，所以这些国际的车系，包含奥迪啊、